我不小心让妈妈的闺蜜怀孕了。其实这事也不能全部怪我。3天前刚和女友分手的我，来酒吧里放松，一个喝醉酒的美女跑过来搭讪，我们说了一会话，感觉很投机，就晕晕乎乎的开了房。第2天，我发现她已经离开，我也不知道女人的任何信息。阳光透过落地窗的纱帘洒进来，晃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撑着宿醉发沉的脑袋坐起来，只有床单上浅浅的褶皱，证明昨晚那一切不是我被甩之后喝多了做的春梦。我叫凌晨，今年22岁，江城大学大3在读。就在24小时之前，我还是个被校花女友当众甩脸子的冤种。苏晴，我追了整整半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，在学校门口的奶茶店，当着一堆人的面，把我送的奶茶摔在地上，说我穷酸，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，说隔壁金融系的富二代王浩随手就能送她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而我连个1支口红都给她买不起。我当时气得手都抖了。跟她在一起这3个月，我省吃俭用，兼职赚的钱全花在她身上，到头来落了个穷酸的名头。只是笑了笑，说了句祝你傍大款顺利，转身就走了。晚上宿舍的兄弟看我不对劲，拉着我去了江城最火的迷迭酒吧，说要给我治情伤。我本来没心情，结果几杯威士忌下肚，脑子就开始发飘，满脑子都是苏晴那句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穷学生。越想越憋屈，端着酒杯就跑到吧台。也就是这时候，他撞进了我的怀里，一股好闻的栀子花香瞬间裹住了我。我低头就撞进了女人怀里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吊带裙，外面搭了件同色系的西装外套，长发松松的散着，几缕碎发贴在泛红的脸颊上，嘴角带着点醉醺醺的笑意。她的身材是真的好，尤其是那双裹在黑丝里的腿，又长又直，就那么随意的交叠着，晃得我眼睛都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弟弟，喝多了。她的声音软软的，带着点沙哑，跟苏晴那种娇滴滴的夹子音完全不一样。听得我浑身都麻了一下，我赶紧扶住她，酒劲也上来了，嘴比脑子快。没事，姐姐站不稳就靠着我，我结实。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也没推开我，就着我的手，拿起我吧台上的酒杯，抿了一口我剩下的威士忌，挑眉看我。失恋了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。我当时也破罐子破摔了，跟个倒垃圾似的，把被苏晴甩了的事全跟她说了。她就安安静静的听着，偶尔插2句话，说那姑娘没眼光，说我这么帅的弟弟，他要是年轻几岁，早就追着跑了。这话给我听得心花怒放，本来就被伤了的自尊心，被他3言2语就哄得飘了起来。我越看他越觉得顺眼，成熟、漂亮、温柔，还懂男人。我们就这么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，天南海北的聊。我只知道他叫丽丽。酒越喝越多，脑子越来越晕，身体却越来越热。他靠在我身上，呼吸喷在我的脖颈上，痒得我心间发颤。我晕晕乎乎的扶着他出了酒吧。他抬头看我说：“弟弟，敢不敢跟我走？”我当时脑子一热，别说走了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敢。我拦了辆出租车，到了附近最高档的酒店名字。他靠在我怀里，一路都安安静静的，只是手一直抓着我的胳膊。再往后的记忆就全是碎片了，只记得酒店房间里暖黄的灯光，记得他身上好闻的栀子花香，记得他滑腻的皮肤，记得他凑在我耳边一声一声的叫我弟弟，短的能掐出水来，还有那双在黑丝里若隐若现的长腿。我整个人都快疯了。什么苏晴，什么失恋，全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只知道这一刻，怀里的这个女人是全世界最好的。结果一觉醒来，人没了。我在床上翻了半天，除了床头柜上放着的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和一根黑色的细发带，什么都没留下。就好像昨晚那个热情似火的女人，只是我酒后的一场幻觉。我拿着那根发带放在鼻尖闻了闻，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栀子花香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有点怅然若失，又有点莫名的爽，还有点不甘心。好歹也是一夜风流，跟做了场白日梦似的。我在酒店里洗了个澡，换了衣服，把那根发带揣进了口袋里，才慢悠悠地出了酒店。刚走到路边，就接到了宿舍老大的电话，他在那头扯着嗓子喊：“陈子，你跑哪去了？昨晚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苏晴带着那个富二代在宿舍楼下堵你呢，说要让你难堪。”我嗤笑了一声，心里半点波澜都没有。换做昨天，我可能还会生气，还会觉得丢人，但是经过昨晚那一场，我现在在看苏晴，只觉得索然无味。就她那清汤寡水的样子，跟昨晚的丽丽姐姐比起来，连提鞋都不配。赌就赌呗，我还怕她不成。我打了个车，跟师傅说了学校的地址，慢悠悠的回了句正好。我也有点话想跟她说。20分钟后，出租车停在了学校宿舍楼下，老远我就看见苏晴挽着王浩的胳膊，站在宿舍楼下的花坛边，周围还围了几个看热闹的学生，对着这边指指点点。苏晴一看见我，立马就来了精神，松开王浩的胳膊，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，嘴角带着嘲讽的笑：“凌晨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还以为你被我甩了之后找个的方哭去了呢。”王浩也走了过来，伸手揽住苏晴的腰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一脸的不屑：“小子，我跟你说，晴晴跟着我是她的福气，你一个月生活费就那点，连她一支口红都买不起，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”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早就脸红脖子粗的跟他们吵起来了，但是现在我只是掏了掏耳朵，看着苏晴慢悠悠的笑了。苏晴，你是不是觉得傍上了个富二代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苏晴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。凌晨，你什么意思？
没什么意思。目光扫过他身上那件明显是王浩给他买的名牌连衣裙，语气里带着点戏谑，就是觉得你放着好好的人不当，非要当个挂件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你说他今天能给你买包买衣服，明天就能把你甩了，换个新的，你真当他对你是真心的？你放屁！王浩一下子就急了，往前一步，攥着拳头就要冲我过来。小子，你他妈找揍是吧？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甚至还往前凑了一步，指了指头顶的监控，笑着说：“来，往这打！”学校里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你动我一下，我立马躺地上，不问你个10万8万的，我跟你姓。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家有钱，你看看学校是保你这个富二代，还是保我这个普通学生？王浩的拳头瞬间就停在了半空中，脸涨得通红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尴尬的要死。周围的哄笑声一下子就变了方向，都开始对着王浩指指点点。他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咬着牙骂了句穷酸鬼，却再也不敢动手了。我又看向苏晴，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气得浑身都在抖。我笑了笑，补了句：还有，你别以为我被你甩了有多难过，实话跟你说，哥们昨晚遇到的姐姐比你好看100倍，温柔100倍，身材更是甩你8条街，跟她比起来，你就是个没长开的小白菜。我还得谢谢你甩了我，不然我还遇不到这么好的人。这话一出，苏晴的脸直接绿了，她尖叫了一声：凌晨，你不要脸，我再不要脸，也比你嫌贫爱富强。我摆了摆手，懒得再跟她废话，转身就往宿舍楼里走，留下身后一群看热闹的人。和气得跳脚的苏晴跟王浩回到宿舍，3个兄弟瞬间围了上来，对着我一顿猛夸，说我刚才太帅了，对的那对狗男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老大拍着我的肩膀说：可以啊，陈子，一夜不见开窍了，还真遇到漂亮姐姐了，不是跟我们吹牛逼呢。我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黑色的发带，往桌子上一放，挑了挑眉，骗你们干嘛？哥们从不打诳语。3个兄弟瞬间凑了上来，看着那根发带，眼睛都直了，七嘴八舌的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那姐姐长什么样，多大了，干什么的？我被他们问的头都大了，只能含糊其辞的说了句酒吧偶遇的，别的没多说。不是我不想说，是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接下来的几天就会摸着口袋里的那根发带，想起那晚的丽丽姐姐，她就像一阵风吹进我的生活里，搅乱了我的心，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。就在我快要把这件事当成一场艳遇埋在心底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妈叫张兰，是个典型的东北女人，性格直爽，风风火火，在江城开了家小超市，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。我平时也挺听她的话，除了偶尔跟她犟2句嘴。电话一接通，我妈的大嗓门就从听筒里传了出来：晨晨，周末回不回家？你丽曼阿姨回来了，周末来家里吃饭，我做你们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愣了一下，丽曼阿姨，我妈闺蜜多，从小到大我见过的阿姨没有100也有80，这个丽曼阿姨我有点印象，好像是我妈从小玩到大的发小，听说很多年前就去南方做生意了，后来又出了国，我已经10几年没见过她了，印象早就模糊了。丽曼阿姨，哪个丽曼阿姨啊？我随口问了句，还能哪个？乔丽玛，我最好的闺蜜，你小时候她还抱过你呢，还给你买过奶粉。我妈在那头没好气地说：你小子记性被狗吃了，周末赶紧回来。你丽曼阿姨还说呢，要给你介绍个对象，听说你小子被人甩了，正好给你找找补。我一听介绍对象，头都大了，赶紧打哈哈，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周末肯定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也没多想，不就是妈妈的闺蜜回来吃顿饭吗？至于介绍对象，到时候随便应付2句就完事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晚的丽丽姐姐，哪有心思看别的小姑娘。周末很快就到了，我一觉睡到中午，起来收拾了一下，就打了个车往家走。我家在老城区的一个小区里，离学校不算远，打车20分钟就到了。刚走到家门口，我就闻到了屋里飘出来的红烧肉香味，还有一股熟悉的淡淡的栀子花香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脚步瞬间停住了，这味道太熟悉了，跟酒店里那个晚上萦绕在我鼻尖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当时还安慰自己，想多了，栀子花香水而已，很多女人都用，哪有那么巧的事。我摇了摇头，掏出钥匙打开了家门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换了鞋，喊了一声，抬头往客厅里看，就是这一眼直接给我干石化了。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她穿着一身香槟色的真丝连衣裙，带着点天生的妩媚。阳光从客厅的窗户洒进来，落在她身上，给她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，成熟、优雅、妩媚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女人味。而这张脸，我就算是化成灰都认得，就是那晚在酒吧里跟我一夜风流的丽丽姐姐。我手里的钥匙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嗡嗡作响。只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疯狂循环：完了，我睡了我妈的闺蜜，那个我妈嘴里从小抱过我，给我买过奶粉，我要叫阿姨的女人，就是那晚跟我滚了床单的人。她听到声音，转过头来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清晰看到她手里的玻璃杯猛地晃了一下，里面的水差点洒出来。她原本带着笑意的脸瞬间僵住了，眼睛闪过一丝肉眼可见的慌乱，瞳孔都缩了一下，但也就那么1秒，
她很快就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，脸上重新挂上了得体的微笑，只是那笑容怎么看都有点僵硬，连耳根都悄悄红了。晨晨回来了，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，笑着骂我傻站在门口干嘛，快进来，叫人啊，这是你乔丽玛阿姨，我跟你说过的，快叫阿姨。我站在原地，腿跟灌了铅似的，动都动不了，嘴巴张了半天，舌头跟打了结似的，憋了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几个字，乔阿姨。好，阿姨2个字，我说的牙都快咬碎了，抱过我，给我买过奶粉。何止阿姨，前几天晚上你还抱着我叫弟弟呢。乔丽玛看着我，嘴角扯了扯，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声音有点不自然。晨晨都长这么大了，我上次见你的时候，你才这么点高，还是个小屁孩呢。我心里疯狂吐槽，阿姨，现在我可比你高多了。我妈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擦了擦手，拍了我一下，臭小子，快过来坐，跟你阿姨聊聊天，我菜马上就好了。我硬着头皮走到沙发边，在乔丽玛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全程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放，我的余光也全是她的腿交叠着，露在连衣裙外面的小腿又细又白，跟那晚我摸到的触感一模一样。她的手指纤细好看，捏着玻璃杯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涂着淡淡的裸粉色指甲油，就是这双手，那晚划过我的后背，留下了浅浅的抓痕。我越想越心猿意马的，又越想越害怕，后背都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我妈还在旁边絮絮叨叨说，丽曼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前段时间被学校里的女朋友甩了，天天蔫了吧唧的，我都愁死了。你认识的人多，身边有没有靠谱的小姑娘，给我们晨晨介绍一个。乔丽玛端着水杯喝了一口水，抬眼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戏谑，还有点羞恼，嘴角勾了勾，开口说，好啊，晨晨喜欢什么样的，跟阿姨说说，阿姨给你留意着。我嘴里刚喝进去的一口水，差点直接喷出来。阿姨，你这是明知故问啊，我喜欢什么样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清了清嗓子，压下心里的惊涛骇浪，脑子一抽，贱兮兮的性子就上来了，看着他慢悠悠地说了句，我也没什么要求，就喜欢乔阿姨你这样的，成熟漂亮，温柔大方，还特别懂人。这话一出，空气瞬间安静了，乔丽玛的脸唰的一下就红透了，从脸颊一直红到了耳根，手里的杯子都差点没拿稳。我妈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拍了我一巴掌，没好气地说，你个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，跟你阿姨开什么玩笑呢？你阿姨是你能调侃的，赶紧给我闭嘴！我赶紧打哈哈，笑着说，妈，我开玩笑呢，乔阿姨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觉得你是我见过最有气质的女人。乔丽玛深吸了一口气，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情绪，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带着点警告，又有点羞恼，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。她放下水杯，对着我妈笑了笑，没事，孩子开玩笑呢。晨晨嘴还挺甜的，我心里偷偷乐，嘴甜，阿姨，那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我嘴甜的时候，可比现在真诚多了。很快，我妈就把菜做好了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鱼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我妈拉着乔丽玛坐在餐桌边，一个劲给她夹菜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年的事。我这才知道，乔丽玛不是刚回国，她半年前就回江城了，开了家文化传媒公司，做得风生水起，现在是个实打实的女老板，身价不菲。只是这半年一直在忙公司的事，一直没来得及跟我妈见面，我心里更惊了。合着我不仅睡了我妈的闺蜜，还睡了个身价上亿的女富婆。饭桌上，我妈一个劲的劝酒，给乔丽玛倒了杯红酒，也给我倒了一杯。乔丽玛端着酒杯抿了一口，眼神时不时的飘向我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。我仗着我妈在旁边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开始旁敲侧击的试探。我端起酒杯，对着乔丽玛举了举，乔阿姨，我敬你一杯，欢迎你回江城。乔丽玛跟我碰了碰杯，喝了一口，笑着说，谢谢晨晨。我放下酒杯，装作不经意的问，乔阿姨，你平时工作这么忙，会不会去酒吧放松放松啊？我前几天跟同学去迷迭酒吧，好像看到一个人跟你长得特别像，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呢。这句话一出，乔丽玛拿着筷子的手猛地一抖，筷子差点从手里掉下去，她的脸瞬间又白了几分，抬眼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全是警告。我妈完全没察觉到不对劲，一听我去酒吧，立马就炸了，放下筷子就骂我，凌晨你又去那种地方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酒吧那种地方鱼龙混杂，不是你学生该去的，你是不是被甩了之后就不学好了？我赶紧陪笑说，妈，我错了，我就跟同学去了一次，再也不去了。再说了，我就是看错了，那背影跟乔阿姨像，其实不是。乔丽玛这才松了口气，接过话头，对着我妈说，兰姐，没事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跟同学去放松放松也正常，我平时很少去酒吧，就偶尔跟客户去应酬一下。晨晨肯定是看错了。他说完又抬眼瞪了我一下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我心里偷着乐，低下头扒了饭，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扬。这顿饭吃得我是心惊胆战，又刺激的不行，全程我都在极限拉扯，时不时说一句模棱两可的话。看着乔丽玛又慌又气却又不敢发作的样子，我心里就觉得好笑。而乔丽玛全程都在强装镇定，一边跟我妈聊天，一边用眼神警告我。一顿饭下来，
他饭没吃几口，酒倒是喝了不少，脸颊一直红扑扑的，看得我心尖直发痒。好不容易吃完饭，我妈收拾碗筷，乔丽玛起身说要走了，我妈赶紧拦住她说：“你喝酒了，不能开车。正好晨晨考了驾照，让他送你回去。晨晨快，送你阿姨回家，安全送到了再回来。”我心里瞬间乐开了花，赶紧点头：“好嘞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乔丽玛张了张嘴想拒绝，但是我妈根本不给她机会，推着她往门口走，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，让晨晨送你，正好让他跟你学学，看看人家年纪轻轻就当大老板了，你也跟着长长见识。”乔丽玛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了。我拿着车钥匙跟在乔丽玛身后，下了楼往地下车库走。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，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，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车库里回荡。走到一辆白色的保时捷帕拉梅拉旁边，乔丽玛停下脚步，按了车钥匙，车门解锁了。她转过身看着我，脸上的得体笑容瞬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又羞又气的表情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咬牙切齿的味道：“凌晨，你刚才在饭桌上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靠在车身上，看着她气鼓鼓的样子，觉得可爱的不行，贱兮兮的笑了：“没什么意思啊，乔阿姨，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那晚睡得好不好？你闭嘴！”乔丽玛瞬间炸毛了，伸手就要捂我的嘴，被我一把抓住了手腕。她的手软软的，滑滑的，跟那晚的触感一模一样。我握着她的手腕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脉搏的跳动，心里一荡，忍不住往前凑了一步，几乎贴在了她身上。地下车库的灯光很暗，只有应急灯发出微弱的光，照在她脸上。她的睫毛很长，微微颤抖着，脸颊泛红，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。“乔阿姨，你躲什么？”我低头看着她，声音压低了，带着点戏谑：“那晚你可不是这样的。你抱着我，闭口一个弟弟叫着，可亲热了，怎么现在见了我就跟见了鬼似的？”乔丽玛的脸更红了，用力想抽回自己的手，却怎么都抽不回去，气得眼眶都红了，咬着牙说：“凌晨，你放开我，你别太过分了，那晚就是个意外，我们都喝多了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行不行？”“不行！”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的说：“对我来说不是意外，乔丽玛。我不管你是我妈的闺蜜，还是我要叫阿姨的人，那晚的事我认。”乔丽玛愣住了，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错愕，好像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。我松开了她的手腕，打开了驾驶座的车门，对着她挑了挑眉：“上车吧，乔阿姨，我妈让我安全把你送回家，总不能让她担心吧？有什么话我们路上慢慢说。”乔丽玛站在原地看了我半天，最终还是咬了咬牙，绕到副驾驶坐了上来。我发动了车子，驶出了地下车库，往江边的方向开去。我知道江城的顶级江景大平层都在那边，像乔丽玛这种身价的女老板肯定住在那里。车里的气氛很安静，只有空调的风声。乔丽玛靠在副驾驶上，看着窗外，侧脸的线条很柔和，但是能看出来她的情绪很复杂。开了半天，还是她先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：“凌晨，那晚的事，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说出去，尤其是不要告诉你妈妈。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我们俩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”我知道，我点了点头，看着前方的路说：“我不会跟我妈说的，除非你想让她知道。”乔丽玛松了口气，又说：“这件事就当是个意外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们以后就当普通的长辈和晚辈相处，行不行？”我侧过头看了她一眼，笑了：“乔阿姨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们都那样了，你让我怎么把你当普通阿姨看？我一看到你就想起那晚的事，想起你抱着我的样子，我根本做不到。”凌晨，乔丽玛气得脸都红了，伸手拍了我一下：“你开车呢，别胡说八道。”我笑着躲开了，说：“我没胡说八道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乔丽玛，我问你，那晚在酒吧，你为什么会喝得醉醺醺的，还一个人跑过来跟我搭讪？你这种身份的人，应该不会随便跟陌生男人搭讪吧？我这话一出，乔丽玛的表情瞬间暗淡了下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，还有点愤怒。她别过头，看着窗外，声音闷闷的：“跟你没关系。”“怎么没关系？”我说：“我们都发生关系了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总不能跟一个连卫士和出现在我床上的女人不清不楚的吧？”乔丽玛沉默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跟我说了实话：她有个前夫叫赵峰，两人结婚8年，最后因为性格不合，还有一直怀不上孩子，离了婚。离婚的时候，乔丽玛给了他1000万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结果赵峰拿到钱之后不好好过日子，天天赌博，不到2年就把1000万全败光了，还欠了赌场几百万的赌债。这次乔丽玛回江城，赵峰知道了，就天天缠着她，想跟她复婚，说白了就是想再从她手里要钱。前几天晚上，赵峰约她在迷迭酒吧见面，说要跟她好好谈谈。结果她去了之后，赵峰在她的酒里下了东西，她喝了一口之后就觉得头晕目眩，浑身发热，意识也开始模糊了。她知道不对劲，就趁着赵峰不注意赶紧跑了，结果晕晕乎乎的，一头撞进了我的怀里。后面的事就都顺理成章了。我听完之后，气得方向盘都快捏碎了，咬着牙骂了句：“这个狗东西竟然敢给你下药，还是个男人吗？”乔丽玛看着我生气的样子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苦笑了一下：“都过去了，反正也没出什么事。”“怎么没出事？”我看着他认真的说：“要是那晚你没撞到我，被赵峰那孙子带走了，
后果不堪设想。乔丽玛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敢动你，我饶不了他。乔丽玛愣了一下，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他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的，要么是劝他息事宁人，要么是图他的钱，想借着这件事讨好他。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，第一反应是生气，是想替他出头。他看着我，眼神软了下来，声音也轻了。行了，你还是个学生，别掺和这些事。赵峰那个人就是个无赖，你惹不起他的，我惹不起。我嗤笑了一声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他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无赖，我还怕他？乔阿姨，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来骚扰你了。乔丽玛看着我，眼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车子很快就开到了江边的江景1号小区，江城最顶级的豪宅区，1平米10几万，一套房子下来几千万打底。我把车停在了下车库，熄了火，转过头看着乔丽玛，到了，我说。乔丽玛点了点头，解开安全带，看着我，犹豫了半天，说：凌晨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还有那晚的事，谢谢你。我愣了一下，笑了，谢我什么？谢我占了你便宜。乔丽玛的脸又红了，伸手拍了我一下，没好气地说：你正经点，我是说谢谢你，那晚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看着他泛红的眼眶，心里一软，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：不用谢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乔丽玛的身体瞬间僵住了，抬眼看着我，睫毛微微颤抖着，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我们俩离得很近，呼吸交织在一起，车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了起来。我看着他饱满的嘴唇，忍不住慢慢凑了过去。就在我的嘴唇快要碰到他的时候，他突然别过了头，推开了我，声音带着点慌乱：不行，凌晨，我们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妈妈的闺蜜，你该叫我阿姨的。我看着她慌乱的样子，也没再逼她，只是笑了笑说：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乔丽玛，我喜欢你，这事我不会变的。乔丽玛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最终还是推开车门，逃也似的下了车，跑进了电梯里，连头都没回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电梯的数字一层一层往上升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从那天之后，我的生活就彻底变了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浑浑噩噩的上课下课，而是有了目标。我开始频繁地往乔丽玛的公司跑，美其名曰替我妈看看她，怕她被赵峰骚扰。乔丽玛的公司在江城最繁华的 CBD， 整层楼都是她的，装修的高端大气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前台小姐姐拦住了我，问我找谁，我说我找乔丽玛，是她弟弟。前台小姐姐一脸疑惑，给乔丽玛的秘书打了个电话，没过2分钟，秘书就匆匆忙忙地跑了下来，把我领了上去，全程都用一种探究的眼神看着我。我走进乔丽玛的办公室的时候，她正在开视频会议，看到我进来，瞬间愣住了，差点把手里的笔给扔了。她对着电脑说了句暂停一下，然后关掉麦克风，看着我，咬着牙说：凌晨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我笑着走到她办公桌前，把手里的保温桶放在桌子上，说：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她炖的汤，说你最近工作忙，补补身体，顺便我来看看那个赵峰有没有再来骚扰你。乔丽玛看着我，又气又无奈说：我在开会呢，你先出去等着。我点了点头，也没闹，就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安安静静的等着他开完会。他的会议开了半个多小时，结束之后，他的员工进来送文件，看到我坐在沙发上，都一脸好奇的偷偷打量我。出去的时候还在门口窃窃私语，我不用想都知道，他们肯定在议论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他们的美女老板是什么关系。等人都走了，乔丽玛才走到我面前，叉着腰看着我，没好气地说：凌晨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天天往我公司跑，公司里的人都开始乱说了。我打开保温桶，把汤倒出来，递到他面前，笑着说：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呗，反正我是来给你送汤的，又不是来干什么坏事，快喝了，我妈亲手炖的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乔丽玛看着我递过去的汤，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接了过去，小口小口的喝了起来。她喝汤的时候样子很温柔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遮住了眼里的情绪。我坐在她对面，就这么看着她，越看越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太有魅力了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天天往她公司跑，今天给她带我妈做的饭，明天给她带点水果，后天给她带束花，美其名曰替我妈照顾她，实际上就是想天天见到她。乔丽玛公司里的人都默认了我是她的小男友，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恭敬，连前台小姐姐每次见到我都笑着喊我林先生好。乔丽玛一开始还赶我走，后来赶也赶不走，也就随我去了。只是每次我当着她员工的面跟她开玩笑的时候，她都会红着脸瞪我一眼，却从来不会真的生气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咸不淡的过下去，我慢慢追她，总有一天她会接受我。结果半个月之后出事了。那天我正在上课，突然接到了乔丽玛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点慌乱，还有点哭腔，说：凌晨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我一听她的声音不对劲，瞬间就急了，也顾不上上课了，跟老师说了句肚子疼，就冲出了教室，一边跑一边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赵峰那个孙子又去找你麻烦了？你在哪？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在医院。乔丽玛的声音很轻，带着点颤抖，是中心医院，你过来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慌了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，拦了辆出租车就往市中心医院赶。一路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脑子里全是不好的念头。20分钟后，我冲到了市中心
心医院的妇科门诊，在走廊里看到了乔丽玛，她坐在长椅上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，头发有点乱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着，看起来特别无助。我赶紧跑过去，蹲在她面前，看着她，着急地问：怎么了，丽曼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赵峰对你动手了？你跟我说，我弄死他！乔丽玛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里面全是泪水。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，然后把手里的那张纸递到了我面前。我疑惑地接过来，低头一看，是一张孕检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宫内早孕约5周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，手里的孕检单差点掉在地上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蹲在地上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怀孕了，乔丽玛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。我脑子里只有这几句话，疯狂地循环着，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连呼吸都忘了。我睡了我妈的闺蜜，现在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妈总说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我这哪是湿鞋啊，我直接掉河里了。乔丽玛看着我呆若木鸡的样子，眼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声音带着点哽咽：凌晨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我终于回过神来，看着她哭红的眼睛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，又酸又软。我伸手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，然后脑子一抽，贱兮兮的性子又上来了，脱口而出一句：真的，我这么厉害，一次就中。乔丽玛本来哭得正伤心，听到我这句话，瞬间愣住了，看着我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表情又气又笑，伸手就打了我一下，带着哭腔骂道：凌晨，你有没有正经的？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！我赶紧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扶起来，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他手里的孕检单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有震惊，有慌乱，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喜悦，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。我22岁，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，马上就要当爹了。孩子的妈是我妈的闺蜜，比我大16岁，这是说出去估计能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还有点爽。我看着乔丽玛，认真的问：你想怎么办？乔丽玛吸了吸鼻子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我，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。这个孩子我要留下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点了点头，好，留下就留下，我没意见。这下轮到乔丽玛愣住了，她看着我，眼里满是错愕，好像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答应了。她原本都准备好了，我会让她打掉孩子，会跟她撇清关系，甚至会躲着她。她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我手里，说：凌晨，这个孩子我自己能养，不用你负责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足够你毕业之后买房买车，结婚生子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这件事永远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尤其是你妈妈，永远不要提起，就当这个孩子跟你没关系，行不行？我看着手里的银行卡，又看着乔丽玛，突然笑了。我把银行卡重新放回她手里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乔丽玛，你把我凌晨当什么人了？我是那种提上裤子不认账，睡了女人让人家自己生孩子，还拿人家钱的软蛋吗？乔丽玛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解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伸手轻轻握住她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钱我不要，孩子是我的，我必须负责，你也是我的，我也要。乔丽玛，我要娶你，你胡说什么？乔丽玛瞬间就炸了，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看着我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凌晨，你疯了？我比你大16岁。我是你妈妈最好的闺蜜，你要叫我阿姨的，我们怎么可能结婚？你妈妈要是知道了，会气死的。我没疯，我看着她，语气无比认真。年龄算什么？16岁怎么了？杨振宁跟翁帆差了54岁，不照样过得好好的？再说了，你是我妈的闺蜜，又不是我亲阿姨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法律都管不着我们结婚。那你妈妈呢？乔丽玛看着我，声音都在抖。兰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跟她儿子在一起，还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让她怎么接受？她会跟我绝交的。我妈那边，我去说，我说我妈虽然脾气暴，但是她最疼我，也最疼你，只要我们是真心的，她总会接受的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她不接受，我也不会放开你的手，更不会不要这个孩子。乔丽玛看着我，眼里的泪水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她今年38岁了，跟前夫结婚8年，做梦都想要个孩子，试遍了所有的方法，都没能怀上。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，结果没想到，就一次意外，她竟然怀上了。她想留下这个孩子，但是她也做好了独自抚养孩子的准备，甚至想好了给凌晨一笔钱，让他永远闭嘴，永远不要出现在他和孩子的生活里。她从来没想过凌晨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这个比她小16岁的男孩，这个她闺蜜的儿子，在她最慌乱最无助的时候，跟她说他要娶她，要对她和孩子负责。她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最终还是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我伸手把她揽进怀里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柔声说：别哭了，有我在呢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你和孩子我都护着。乔丽玛靠在我怀里，哭得浑身发抖，这么多年的委屈无助，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出来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我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准爸爸生涯。我直接搬到了乔丽玛的江景大平层里住，美其名曰照顾孕妇，
乔丽玛一开始是拒绝的，但是架不住我软磨硬泡，再加上她怀孕之后孕吐反应特别厉害，身边确实需要个人照顾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开始学着做孕妇餐，天天抱着手机查教程，什么孕妇能吃，什么孕妇不能吃，记得比课本上的知识点都清楚。一开始我做的菜，要么盐放多了，要么糖放多了，难吃的要死。乔丽玛吃一口就吐得稀里哗啦的，我看着她吐得难受的样子，心里特别自责，偷偷跑到厨房，把自己做的菜全倒了，差点急哭了。乔丽玛看到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我，柔声说：“没事，慢慢来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从那之后，我天天跟着家里的阿姨学做菜，练了半个月，终于能做出几道像样的孕妇餐了。乔丽玛吃着我做的菜，眼睛里全是笑意，说我做的菜比阿姨做的还好吃。除了照顾她的饮食，我还天天陪着她散步，给她讲笑话，逗她开心。她孕吐难受的时候，我就给她揉肚子，给她倒水，整夜的陪着她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乔丽玛看着我忙前忙后的样子，眼神越来越温柔，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不一样了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冷冰冰的，而是会主动跟我撒娇，会跟我说工作上的烦心事，会靠在我怀里，跟我一起畅想孩子出生之后的样子。我们俩的关系就这么突飞猛进的发展着，除了没捅破最后那层窗户纸，跟真正的夫妻没什么两样。当然，这一切我妈都不知道。我跟我妈说我在学校外面跟同学合租了房子，方便学习，我妈也没多想就信了，只是每次给我打电话都让我多去看看乔丽玛，说她一个人不容易，让我多照顾她。我每次都笑着答应，心里偷偷乐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把你闺蜜照顾得明明白白的，连孩子都给你安排上了，日子过得很快。转眼乔丽玛怀孕就快3个月了，肚子也微微隆了起来，孕吐反应慢慢小了，她的气色也越来越好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温柔的母性光辉，看得我越来越喜欢。就在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幸福的过下去的时候，麻烦找上门了。那天我陪着乔丽玛去商场买孕妇装，刚走到母婴区，就迎面撞上了2个人，苏晴还有王浩。苏晴一看到我，眼睛就直了，随即目光就落在了我身边的乔丽玛身上。乔丽玛今天穿了一身宽松的孕妇裙，长发散着，挽着我的胳膊，整个人温柔又优雅。虽然怀孕了，但是气质依旧出众，比苏晴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苏晴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，上下打量了乔丽玛一眼，又看向我，嘴角带着嘲讽的笑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凌晨，我说你怎么被我甩了之后一点都不难过，原来是找了个富婆包养你啊，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吃软饭的人。”王浩也走了过来，揽住苏晴的腰，看着我，一脸的不屑：“小子，软饭好吃吗？要不要浩哥给你介绍几个，保证比这个老女人有钱。”这话一出，乔丽玛的脸瞬间就冷了下来。我本来还想跟他们废话2句，结果一听他们骂乔丽玛老女人，瞬间就火了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就要冲上去揍他们。结果乔丽玛先一步拦住了我，她往前站了一步，把我护在身后，身上瞬间散发出女老板的强大气场。我给我男朋友花钱，关你们什么事？乔丽玛的声音很冷，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。还有，你就是甩了他的那个前女友。苏晴被他的气场吓得后退了一步，但是还是强装镇定，梗着脖子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？他就是个穷酸鬼，除了吃软饭什么都不会。”穷酸鬼。乔丽玛嗤笑了一声，上下打量了苏晴一眼，眼神里带着点不屑。我家晨晨年轻帅气，人品端正，有责任心，比你身边这个油头粉面只会靠家里的草包强100倍。你嫌他穷？乔丽玛说着，抬手指了指整个商场，淡淡的说：“这个商场是我公司合作的重点项目，整个3楼的母婴区都是我投资的，我手里的公司市值10个亿，你身边这位家里的公司加起来都不够我零头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男朋友穷？”这话一出，苏晴和王浩的脸瞬间就白了。王浩家里是做点小生意，也就几千万的资产，在乔丽玛这种身价10个亿的大佬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是，他瞬间就怂了，刚才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就没了。乔丽玛看着他们，又冷冷地说：“还有，你刚才说我是老女人，我今年38岁，自己白手起家，打下这么大的家业，有车有房有公司，想跟我在一起的人，从这里能排到江对面。你呢？20出头的年纪，不想着自己努力，只想着傍大款当花瓶，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”苏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站在原地，浑身都在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周围逛街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对着他们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笑得不行。乔丽玛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拿出手机给商场的经理打了个电话，淡淡的说：“张经理，商场里有2个人在这里骚扰顾客，影响商场秩序，让保安把他们请出去，以后永远不许他们进商场半步。”挂了电话不到2分钟，商场的保安就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架着苏晴和王浩往外面走。苏晴尖叫着挣扎，却一点用都没有，只能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被保安架了出去，灰溜溜的赶走了。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，我心里爽翻了，一把抱住乔丽玛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姐姐，你太帅了，我爱死你了。”乔丽玛的脸瞬间红了，拍了我一下，没好气的说：“人多呢，别胡闹。”嘴上这么说，但是她的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扬，眼里全是笑意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乔丽玛算是彻底默认了我们俩的关系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她靠在我怀里跟我说，她以前总觉得我们俩年龄差太大，又是这种关系，不可能在一起，但是现在她不在乎了。
只要能跟我在一起，别人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了。我抱着他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低头吻住了他。这一次他没有推开我，而是伸手抱住了我的脖子，回应着我的吻。就在我们俩的感情越来越好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的时候，那个阴魂不散的赵峰又找上门来了。那天我去学校考试，让阿姨陪着乔丽玛在家，结果刚考完试就接到了阿姨的电话。阿姨在电话里急得不行，说赵峰跑到家里来了，在门口大吵大闹，说要见乔丽玛，还要砸门。我一听，瞬间就火了，挂了电话，拦了辆车就往家里赶。一路上把赵峰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。等我赶到家的时候，赵峰还在门口大吵大闹，身边还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男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邻居都打开门，探出头来看热闹，对着他们指指点点。乔丽玛家的门紧闭着，阿姨在里面吓得不行，一直在给我打电话。我冲过去，一把揪住赵峰的衣领，把他拽了个趔趄，咬着牙骂道：“赵峰，你他妈是不是找死？敢跑到这里来闹事！”赵峰被我拽住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看清了我，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，一把推开我的手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“你小子谁啊？毛都没长齐，就敢管老子的事？我找我前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前妻？”我嗤笑了一声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也配叫他前妻？你们都离婚8年了，你天天缠着他，要钱要物，现在还敢跑到他家门口来闹事？你要点脸吗？我跟我前妻的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”赵峰瞪着我，一脸的嚣张：“我告诉你，丽曼怀了我的孩子，我是来接她回家的，你小子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”这话一出，我直接气笑了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我看着他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的孩子，赵峰，你跟他离婚8年，在一起8年都没怀上孩子，怎么，你这精子是哪吒啊？在你肚子里待了8年才出来？”周围看热闹的邻居瞬间哄堂大笑，都对着赵峰指指点点，说他不要脸，想钱想疯了。赵峰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恼羞成怒，攥着拳头就朝我脸上打了过来。你他妈找死！我早就防着他了，侧身躲开，然后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。赵峰被我一脚踹倒在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他身边那2个流里流气的男人一看老大被打了，立马就冲了上来，想跟我动手。我一点都不慌，掏出手机对着他们晃了晃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还有，我已经把你们寻衅滋事、上门骚扰的全过程都录下来了。赵峰，你不是欠了赌场几百万吗？你要是进去了，你觉得赌场的人会放过你吗？”这话一出，那2个男人瞬间就停住了脚步，脸色都白了。他们都是跟着赵峰混饭吃的，最怕的就是警察和赌场的人。赵峰也慌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点恐惧，却还是嘴硬：“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”说完，他带着那2个男人灰溜溜的跑了。看着他们跑远的背影，我松了口气，转身敲了敲门，喊了声：“丽曼，是我，没事了。”门很快就开了，乔丽玛扑进我怀里，浑身都在抖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我抱着她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柔声安慰：“没事了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她不敢再来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知道赵峰这个无赖不彻底解决掉，永远都是个隐患。他现在就是个疯狗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万一他狗急跳墙，伤害到乔丽玛和孩子，我后悔都来不及。我开始布局对付赵峰。我先是托人查到了赵峰欠赌债的那个赌场，把赵峰现在的住址和行踪匿名发给了赌场的人。赌场的人正到处找赵峰要钱呢。收到消息之后，立马就派人去找赵峰了。赵峰被赌场的人堵了好几次，差点被打断了腿，天天东躲西藏，狼狈不堪，再也没精力来骚扰乔丽玛了。然后我又收集了赵峰敲诈勒索乔丽玛还有上门骚扰的证据，全都交给了警局。赵峰现在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一边要躲警察，连江城都待不下去了，只能偷偷跑出了江城，再也不敢回来了。解决了赵峰这个大麻烦，我和乔丽玛的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乔丽玛看着我为她做的这一切，彻底动心了。那天晚上，她靠在我怀里，跟我说她愿意嫁给我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去领证。我抱着她，激动的差点哭出来，低头吻着她，一遍一遍说我爱她。我们俩就这么幸福的过着日子。乔丽玛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已经4个多月了，能明显看出孕象了。我们俩甚至都开始给孩子起名字，布置婴儿房的，畅想未来的生活了。我们都以为只要瞒着我妈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木已成舟，我妈就算再生气，也会慢慢接受的。但是我们都没想到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那天是周末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她炖了鸡汤，要给乔丽玛送过去补补身体。我当时正在超市给乔丽玛买水果，一听这话，瞬间就慌了，说我过去拿，给乔丽玛送过去就行。结果我妈说不用，她都快到乔丽玛家楼下了，顺便过来看看她。我挂了电话，疯了似的往家里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，要露馅了。我紧赶慢赶，还是晚了一步。等我跑到乔丽玛家门口的时候，门是开着的，我妈正站在客厅里，手里的保温桶掉在了地上，鸡汤洒了一地。她看着穿着睡衣的我，又看着同样穿着睡衣、肚子已经明显隆起来的乔丽玛，浑身都在抖，脸色惨白，眼睛里全是不敢置信。空气瞬间凝固了。
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。我站在门口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浑身的血液都好像凝固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妈看着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了一句话，声音都在抖：凌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乔丽玛也慌了，赶紧走过来想扶我妈，声音带着点哭腔：兰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妈猛地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了她的手，目光落在乔丽玛隆起的肚子上，又看向我，眼睛里瞬间就红了。她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什么闺蜜怀孕了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，什么儿子在外面跟同学合租，全都是假的。她最好的闺蜜怀了她儿子的孩子，她的儿子跟她从小玩到大的姐妹搞在了一起。我妈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，我赶紧冲过去扶住她，着急的喊：妈妈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妈缓过来，一把推开我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清脆响亮，打得我脸火辣辣疼。他指着我，气得浑身都在抖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咬着牙骂道：凌晨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是你叫阿姨的人，你竟然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事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兰姐，你别打她。乔丽玛赶紧冲过来，护在我身前，对着我妈哭着说：兰姐，这是不怪晨晨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主动的，你要打要骂都冲我来。你的错。我妈看着乔丽玛，眼里满是失望和痛心。丽曼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拿你当亲妹妹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你跟我儿子搞在一起，还怀了他的孩子，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？怎么面对亲戚朋友？乔丽玛看着我妈，哭得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一个劲地说对不起。我妈越说越气，转身跑到阳台，拿起晾衣服的鸡毛掸子，就要过来打我。我抱着头在客厅里跑，嘴里喊着：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真心喜欢丽曼的，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，孩子都有了，我们是要结婚的。结婚？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！我妈气得跳脚，拿着鸡毛掸子追着我打。她是你阿姨，比你大16岁，你跟她结婚，你疯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事我绝对不同意，除非我死了。乔丽玛挺着肚子在中间拦着，急得眼泪直流，生怕我妈打到我，也怕我妈气坏了身体。整个客厅里鸡飞狗跳，乱成一团。就在我妈拿着鸡毛掸子追着我打得正欢的时候，乔丽玛突然的一声捂着肚子弯下了腰，脸色瞬间惨白。我和我妈瞬间都停住了，看着她都慌了。我赶紧冲过去扶住她，着急地问：丽曼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疼？乔丽玛咬着牙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抓着我的手，声音都在抖，说肚子疼。我妈也慌了，鸡毛掸子都掉在了地上，赶紧跑过来看着乔丽玛，着急说：丽曼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动了胎气？快送医院！我二话不说，弯腰就把乔丽玛抱了起来，疯了似的往门外跑。我妈跟在我身后，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一路都在念叨着：千万别出事，千万别出事。我们把乔丽玛送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之后说只是动了点胎气，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孕妇不能再受刺激了，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，好好休息。我和我妈这才松了口气。乔丽玛躺在病床上睡着了，脸色还是有点苍白。我坐在病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看着她隆起的肚子，心里又自责又难受。我妈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我们俩，半天没说话，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。过了半天，她轻轻走了进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声音很轻，带着点疲惫：晨晨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我点了点头，轻轻放下乔丽玛的手，跟着我妈走出了病房，走到了医院的走廊里。我妈靠在墙上，看着窗外，半天没说话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看着我说：晨晨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真的喜欢丽曼，还是一时冲动？我看着我妈的眼睛，无比认真地说：妈，我是真心喜欢她的，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想娶她，想跟她过一辈子，想对她和孩子负责。我妈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无奈，又叹了口气：她比你大16岁，还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叫了她20多年阿姨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们俩在一起，别人会怎么说？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们家？我不在乎。我说，妈，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，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。我只知道丽曼她爱我，我也爱她，我们还有了孩子，我们想好好过日子。我妈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眼里的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呢？我从小把你拉着大，我就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找个合适的姑娘，结婚生子，过安稳日子。你怎么就给我整出这么大的事来？我伸手轻轻擦去我妈脸上的泪水，心里特别自责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伤心了，但是我真的很爱丽曼，我不能没有她，也不能没有这个孩子。我妈看着我，又看了看病房里睡着的乔丽玛，最终还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摆了摆手说：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事我不管了。但是凌晨，我告诉你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能后悔，不能对不起丽曼，更不能对不起孩子，不然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我瞬间愣住了，看着我妈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。妈，你同意了？我不同意能怎么办？我妈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，孩子都有了，我还能逼着丽曼把孩子打了，逼着你们俩分开？丽曼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是我儿子，你们俩要是真心想在一起，我还能真的跟你们绝交不成？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一把抱住我妈，说：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行了行了，别跟我来这套。我妈拍了拍我的背，叹了口气，就是以后这辈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算了。她是我闺蜜，现在又成了我儿媳妇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我忍不住笑了说：
这叫亲上加亲。我妈白了我一眼，没再骂我，只是说行了，进去看看丽曼曼，她怀着孕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好好照顾她，我去给她买点吃的，炖点汤送过来。说完，我妈就转身走了，背影看着有点无奈，但是也松了口气。我看着我妈的背影，心里暖得一塌糊涂，转身走进了病房。乔丽玛已经醒了，正靠在病床上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泪水，但是嘴角却带着笑。她刚才把我和我妈的对话全都听到了。我走过去，坐在病床边，握住她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听到了，我妈同意了。”乔丽玛点了点头，泪水掉了下来，伸手抱住我，哽咽着说：“凌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”我笑着抱住她，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愿意给我生宝宝。乔丽玛靠在我怀里，哭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心里却满是幸福。我以为到这里所有的麻烦都解决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等着孩子出生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就在乔丽玛出院的那天，我们刚走出医院，就被一群记者围住了，无数的话筒和摄像机对到了我们面前，闪光灯闪个不停。记者们七嘴八舌地问着问题：“乔总，请问您身边这位年轻男士，就是您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吗？乔总，听说您和这位男士相差16岁，而且他还是您闺蜜的儿子。请问这件事是真的吗？乔总，请问您和前夫赵峰先生是不是因为这位男士才离婚的？”一个个尖锐的问题砸了过来，我瞬间就懵了，赶紧把乔丽玛护在怀里，挡着那些摄像机和话筒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件事怎么会被媒体知道？是谁把这件事捅出去的？我抬头看向人群的后面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赵峰。他站在那里，嘴角带着一抹阴狠的笑，看着我们，眼里满是报复的快感。我瞬间就明白了，是他把这件事捅给了媒体。乔丽玛是江城有名的女企业家，这种豪门秘闻、姐弟恋，还是闺蜜的儿子怀孕，随便一个点都能引爆舆论。赵峰就是想毁了乔丽玛，毁了我们。我看着赵峰那张阴狠的脸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眼里满是怒火。怀里的乔丽玛身体微微发抖，紧紧抓着我的衣服，看着围过来的记者和摄像机，脸色瞬间惨白。我低头看着怀里的乔丽玛，又摸了摸她隆起的肚子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这场仗才刚刚开始，但是我不怕，不管前面有多少风雨、多少麻烦、多少流言蜚语，我都会护着她，护着我们的孩子，护着我们的家，因为我是凌晨，是她的男人，是她孩子的爸爸。